我明明拥有一招秒杀大帝的能力，却只能秒杀大帝，少一级便会反被秒杀。于是整日双手插兜，装作一副大帝之上我无敌，大帝之下你不配我出手的拽样。可出门在外，我真怕哪天被个不知名的小喽啰一箭穿心，那脸可就丢大了。为了让世人听到苏月辰这个名字就干颤，我只能定时定点刷业绩，隔3差5挑个影视大帝秒杀力。最近我正准备向那赫赫有名的苍兰女帝下战书，谁料挑战帖还没送出去，凌霄仙宗山门外就被3位圣境巅峰强者和众人团团围住。萧凌川，想当年你号称北海第一天才，可曾想到今日本座就要让你这座天级仙府在天域彻底除名？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萧凌川听见这话，半点慌乱都没有，反而带着一众宗门长老凌空飞到我脚边，齐刷刷跪地。在他眼里，自家老祖100年前早已踏破桎梏正道黄境，对付这群圣境修士不过是小菜一碟。可他哪里知道，100年前正道渡劫的那位真老祖早就被9天神雷劈得连渣都不剩了，而我是穿越而来的异世来客，意外占据了这具肉身，成了冒牌老祖。这100年来，我修为全无，妥妥的战五渣，只能整日躲在九霄云台闭门苟活，半点不敢暴露底细。如今我终于觉醒了秒杀一切大帝的能力，结果这帮不长眼的徒子徒孙给我惹来一群圣人境强者，我人都麻了，这是纯纯想送我上路啊！虽说这群圣人我一个都打不过，碰一下就得原地升天，但身为装备大佬，气场绝对不能输。什么叫大帝？就是藐视一切，看众生都如同看土里的蝼蚁。所以此刻面对众多圣人巅峰境强者，我从牙缝里悠悠挤出4个字：不退者死。话音刚落，3大圣地的强者瞬间被震退半步。这股气场，单凭凌霄仙宗能出1位大帝，难道我赤霄神宗就没有底牌？还请自家老祖现身。小辈还记得老夫否？赤霄老怪，烈火大帝一重境。早说有大帝登场，害得我刚才白紧张半天。苏叶辰，你可敢上来与我一战？全场目光齐刷刷锁定我，仙府众人满心期盼，等着我出手碾压强敌。我却一动不动，沉默不语。我始终认为装逼这件事，要么不装，要么装到底。我的人生座右铭：装杯如风，常伴无身。懦夫，敢不敢与我正面一战？你还不够资格。哼，想覆灭凌霄仙宗，岂会只有我一人？汪峰、云城，二位可以现身了。不知苏道友同时面对我们3位地境强者，是否还能保有刚才的自信？来得好，都给我睁大眼睛看好，属于我的高光装逼时刻马上开场。丁，触发主线任务名震北海，任务要求半年内积攒名声突破10086，奖励完整修炼系统，这波稳了。任务失败，惩罚随机部位减少10公分。要命啊！为什么非得是10086啊？还有随机部位是什么鬼？我怀疑你有针对性了。系统的一点小乐趣啦。3位大帝见我伫立不动，只当我是被3人联手地威吓破了胆，转头对着萧凌川一众长老戏谑开口：尔等若是愿意交出神魂，甘愿为奴，便可饶你们一条性命。第1位长老率先破防：圣主，对不住了。紧接着第2位、第3位接连低头致歉，纷纷萌生投降之意。圣主，我们也……诸位，我凌霄仙宗待你们不薄，你们竟如此贪生怕死！萧凌川，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本座保证，但凡现在归顺臣服，100年之后，本座必还你们自由身。圣人境修士寿命悠长，100年不过弹指一瞬。原本犹豫不决的长老瞬间全部倒戈。短短片刻功夫，偌大的仙府只剩下一位资历最老的李长老留在萧凌川身边。李老，没想到最后只有您不离不弃。老朽只是腿麻了，圣主好自为之吧。说完头也不回，转身跟着大部队投降去了。转瞬之间，天地间就只剩我和萧凌川孤零零2人。萧凌川，众叛亲离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我双手插兜，仰头望着长空，语气淡漠高冷：本座给你们10息时间，选臣服或是选陨落。此言一出，全场瞬间炸裂。这苏叶辰疯了吧？就算是大帝强者，也不敢以1敌3，太狂妄了，简直不把3位地境强者放在眼里。我全然无视周遭议论，抬手遥遥指向赤霄老怪。丁，检测宿主使用秒杀大帝能力，正在随机匹配特效中，辣条的画龙特效匹配成功。哎，等等，什么叫辣条画龙啊？就没有正经特效吗？没等我吐槽完，天穹骤然崩裂，漫天金光炸裂开来。2位道友，速速救我！可他的求救毫无用处。另外2位大帝在巨龙现身的旁边，直接撕裂空间，扭头动。
但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巨龙洞穿赤霄老怪身躯后，龙爪一撕，径直钻进了那道空间通道。龙吼之声穿透虚空，震得空间通道剧烈震颤，寸寸碎裂。下一秒，2道滚烫的鲜血从空间裂缝中喷涌而出，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染红了整片天穹。3位大帝连神魂都来不及逃逸，便当场陨落，连一丝残痕都未曾留下。在场数千武宗圣人强者尽数面如死灰。那可是3位实打实的大帝，怎么就被一招轻松秒杀了？丁，恭喜宿主击杀3位地境老祖，获得名声值+5。他他妈坑爹了吧！干掉3位顶尖大帝，就给5点名声值，想半年攒够10086，怕是要屠遍整片天域所有大帝都不够吧？系统连忙弱弱解释：宿主别激动，你这波装虽然气场拉满，但影响范围只有在场3000人，名声还没传遍整个撼天天域呢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情稍稍好转。这时，一旁的萧凌川凑了过来，一脸谄媚贼笑：“老祖，强敌已灭，剩下3大圣地的人怎么处置？要不全部斩草除根？”这话直接给我整不会了。我要是点头，谁动手？我半点修为没有，总不能亲自上去打架吧？这群人也不会乖乖等死啊！正纠结怎么圆场，对面3大圣地的人马齐刷刷跪倒一大片。老祖，我们先前鬼迷心窍，还请饶命！老祖，我们都是被逼前来，绝无攻打凌霄仙宗的心思。凌川，此事你怎么看？他大脑飞速运转，揣摩深意。以老祖通天修为，想要斩杀这群人易如反掌，根本没必要过问我。这么说来，老祖的本意定然是留他们性命。随即，萧凌川看向凌霄仙宗残破的景象，彻底大彻大悟。老祖是想让这些人留下来修缮重建仙府，补充高端战力。于是他拱手行礼：“老祖，不如留他们性命，命其出力重建仙府，戴罪立功。”行，你看着安排。得到我的应允，萧凌川无比兴奋，他立刻催动修为，对着下方众人厉声喝道：“交出圣魂烙印，便可免你们一死！”短短片刻，萧凌川手中便掌控了上千道圣魂。3大圣地的3位圣主看着门下长老尽数受控，又气又恨，却不敢发作。赵天恒、叶宗、玄天妖，你们3人若愿入我凌霄仙宗为奴，本圣主便恳请老祖饶你们一命。我心里瞬间一紧，差不多得了，别逼太狠，真把圣人巅峰逼到绝境，拼命反驳，我可扛不住。我乃圣人巅峰，岂肯屈身做奴仆？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！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！言罢，他双手掐诀，直接自断心脉，当场陨落。叶宗与玄天妖对视一眼，目露决绝，那就跟他们拼了。就在2人准备爆发全部修为拼死一战时，我连忙开口制止。最终，2人选择妥协归顺，2道神魂被迫离体受控。而当初背叛天机仙府的那群长老，下场最凄惨，直接沦为奴上奴，日日受折辱，后悔都来不及。3天后，幽冥鬼域3生古坛旁，一位白发老者静坐垂钓。祖老，子孙玄天妖前来请罪。天妖，你不是随众人前去攻打凌霄仙宗了吗？何罪之有？祖老，您闭关不知情，3大圣地彻底覆灭了。他哭哭啼啼，将那日大战经过全盘道出，连自己被俘后被萧凌川发配去挑大粪的屈辱糗事也一并说出。萧凌川欺人太甚，还请祖老出手为子孙报仇。天妖，我问你，你从凌霄仙宗逃出来时，有人阻拦你吗？我趁萧凌川无暇分心，偷偷溜出来的，并无阻拦。蠢货！萧凌川或许察觉不到，可那位苏叶辰老祖岂会发现不了？你中计了。苏叶辰敢放你离开，就说明他早就知晓我的存在，故意借你试探底细。祖老，那我们也无需惧怕。1万年前，您或许不敌3位1阶大帝，但如今早已今非昔比。祖老，您突破了！祖老，您突破了！不错，我参悟3生古坛之玄妙，已然突破至3阶地境。那苏叶辰顶多与我伯仲之间。什么？苏叶辰也是3阶地境？那该如何抗衡？无妨，老夫自有妙计。天妖，你即刻返回凌霄仙宗，按计行事。另一边，我正沉浸在名声值暴涨的喜悦中。短短3天，名声值从最初的5点一路涨到1000点。丁，恭喜宿主解锁抽奖功能，单抽1000名声值每次，10连抽享9折优惠，10连保底，单抽出奇迹。好。
好，来一发，来一发，给我直接一发入魂！恭喜宿主抽中剑位消食片1瓶。给我整剑位消食的玩意儿干什么？你拐弯抹角骂我吃饱了撑的是吧？哎，宿主眼界浅薄，此乃仙域极品丹药，消食养胃，化解积食一绝，妙用无穷。我一时语塞，无力反驳，只能默默等待名声值继续上涨。可当数值涨到1700点后，便彻底停滞不动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在北海天域名气还不够大？名声值看2点，一是世人对你实力的敬畏度，二是对方自身修为境界。域内顶尖势力划分：1地宫、3大教、7世家、10圣地。我如今展露的实力根本震慑不到底蕴深厚的7世家。看来写给苍兰女帝的挑战信还得继续写。可我刚写到一半，老夫玄阴老尊特来拜会苏叶尘老祖，还请赏脸一见。闻声，萧凌川瞬间腾空而起，严阵以待，如临大敌。他能清晰感知来人的威压远超当初的赤霄老怪死。而正在被迫挑大粪的玄天妖听见自家族老的声音，当即扔掉粪土。身为7世家玄家核心子弟，何时受过这种屈辱？等着吧，等族老踏平凌霄仙宗，定要让萧凌川好好尝尝苦头。然而前来的玄阴老尊并未动手发难，反而态度谦和。凌霄仙宗圣主，老夫玄阴老尊特地登门请罪。几日前，不孝子孙玄天妖愚昧冒犯。萧凌川心中一惊，好家伙，这玄天妖藏得够深，背后竟有这般顶尖地境长辈。面对一位地境强者的主动请罪，萧凌川不敢有半分拖大，连忙回礼：前辈客气，请移步问天殿身后，我即刻前去禀报老祖。族老为何不召集另外3位族老？4对1直接碾压？天妖莫急，老夫早有布局，静待时机即可。有了族老这句话，稳了。萧凌川将玄阴老尊一行人安顿在问天殿后，立刻赶往九霄云台向我禀报。老祖，殿外造访之人，乃是幽冥鬼域玄家老祖玄阴老尊，实力深不可测，大概率是3阶大帝强者。听闻来了一位3阶大帝，我顿时来了兴致。你先去好生招待，我稍后便到，1刻钟内抵达。问天殿内，玄阴老尊等候许久。圣主道友，苏老祖为何迟迟不至？苏老祖为何迟迟不至？老祖行事随心，晚辈不敢多问，前辈稍作等候，老祖很快就来。这一等又是3个时辰过去，一旁的玄天妖彻底暴怒。萧凌川，家老祖架子未免太大了。天妖，住口！我们登门赔罪，多等片刻无妨。这是苏叶尘在试探我们的诚意，他不惧我动怒，足以说明他必然也是3阶地境。玄天妖恍然大悟，默默闭嘴，暗自吐槽：这帮老怪物，套路也太多了。萧凌川更是窘迫不已，心里暗暗犯愁。老祖说好的稍后就到，怎么迟迟不见人影？这看起来分明就是个普通凡人。我气喘吁吁走了进来，累得双腿都在打颤。累死我了！谁知道九香云台离问天殿这么远，10几公里的山路云梯，纯靠腿走，谁顶得住？没错，我迟迟不到，不是故意摆架子，纯粹是走路走累了。这位道友，久等了，实属抱歉。我拿起桌上茶杯，仰头一饮而尽。可在玄阴老尊眼中，我的一举一动都充满深意。玄阴老尊亲近目力探查，眼底血丝密布，反复审视。可无论如何窥探，眼前之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凡人。但凡人又怎会一招秒杀3位大帝？思来想去，他态度愈发恭敬。苏道友，老夫今日专程登门赔罪。列孙玄天妖有眼无珠，冒犯尊驾，冲撞仙府，还请道友宽宏大量。内有3万极品灵晶，聊作补偿，弥补凌霄仙宗此次战乱损失。3万极品灵晶，足足抵得上凌霄仙宗10年的全部收入。灵晶再多有什么用？我要的是能涨数值的名声值。当即，我熟练开启装逼模式。区区3万灵晶，你当本座是街边乞丐？是老夫考虑不周。极品灵晶对普通修士价值极高，但你我皆是地境修士，此物确实用处寥寥，是我浅薄了。
哦，前几日我偶然钓到一条大鱼，特来与道友共享，不知这美味如何？我都惊呆了，这人脾气也太好了吧！我都故意摆脸色刁难了，还请我吃鱼。另一边，玄阴老尊的内心也在疯狂盘算，这苏叶辰竟敢如此嚣张，定然是有恃无恐。幸好我早有准备。轩前辈，这鱼是？此乃千年难遇的虚泽灵鲤，乃是我垂钓整整1300年才得此一尾啊！1000多年才钓上一条，真是个十足的空军。苏道友，这灵鲤可是难得的至宝，只要吃上一口，就能增幅我等地境强者的修为。今日你我二人共同享用，如何？好啊，毕竟穿越这100年，我可真没吃过一顿像样的好东西。修仙者大多不食人间烟火，我那九霄云台里除了丹药就是灵草。我他妈整整吃了100年素啊，狗都过得没我惨啊！这时，玄阴老尊已经熟练地开始处理灵鲤，一旁的玄天妖彻底看懵了。自家族老不仅拿出灵鲤这种奇宝，还取出绝世珍宝紫河车生草和无根之水，这么多宝贝，怎么能轻易和一个外人分享？族老，这等至宝怎能随便分给外人？太亏了。天幽，如此珍宝，你莫非真以为我要拱手送人？这灵鲤肉搭配紫河处生草，实则是一剂猛毒。寻常地境强者只需一口鱼汤，丹田便会瞬间炸裂。老夫来此之前，特意去3大教之一的丹心圣教讨要了3枚地级护脉丹。那苏叶辰小子可没有地丹辅助，老夫敢保证，他一片鱼肉下肚，不出半刻钟必会爆体而亡。半个时辰后，一锅香气扑鼻的灵鲤鱼汤熬制完成，金黄浓郁，香味飘满整座大殿。系统，他说这鱼肉地境强者吃了能增修为，我吃了能不能修复被大道天劫劈坏的经脉？请宿主不要白日做梦，你这具身体是被大道天劫损毁，这凡鱼半点用没有，顶多解馋。对此，我瞬间放下顾虑，解馋最重要，直接开吃。我夹起第一片鱼肉，在玄阴老尊一脸期待的目光中放入嘴里，他瞬间收敛神色。这菜味道如何？魏真祖，好小子，嘴硬是吧？我看你还能吃几片。玄道友，你也吃啊，别光看着我。我俩当场开启极限干饭模式，比拼谁吃得更多。玄天妖在旁边看得满头冷汗，默默给自家族老加油。他连忙催动之前服下的地级护脉丹，全力转化这股能量。大约40个呼吸后，丹田才渐渐归于平静。还是低估了灵鲤和紫河球生草的威力，仅仅一片鱼肉就消耗了3枚护脉丹1/5的药力。难不成他也提前服了地丹？还是说他的修为远超于我？这时我也注意到，玄阴老尊吃了一口后，就愣在那儿半天不动筷子。玄道友，你胃口不行。我的右口指定比你好。说着，他又夹起一片鱼肉吞入嘴中，强忍着腹部的胀痛，再次开口：“苏道友，该你了。”我当然不会客气，立刻又吃了一口。玄阴老尊不甘示弱，也跟着吃了一片。就这么着，开启了激烈的极限喂食挑战。这一幕让一旁的玄天妖冒了满头冷汗，在心里默念：“苏老，你一定要赢啊！”尽管玄阴老尊曾说过自己和苏叶辰5-5开，但玄天妖不傻，看着族老一片接一片下肚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明显已经越来越吃力了。很快，3枚地级护脉丹的药力就被玄阴老尊消耗殆尽。他望着碗里剩下的鱼肉，陷入了挣扎。就在他犹豫之际，我开口问道：“玄道友，这是又吃不下了？”说话间，我又夹起一片鱼肉，津津有味地吃了下去。听到这话，玄阴老尊哪能忍？他咬了咬牙，吞下了碗里鱼肉。没有了地丹辅助，鱼肉中的狂暴能量在他体内疯狂乱窜。为了压制这股能量，他的境界直接掉到了2阶地级。好在最终勉强压制住了。苏老，您看，苏叶辰老祖撑不住了。玄阴老尊立刻定睛一看，发现我的脸色确实比刚才难看了。难道事情有转机了？然而，我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，慢悠悠掏出之前抽到的那盒剑位消食片。玄阴老尊仔细一看，整个人瞬间麻了。那满满一盒丹药，品级竟全部超过地阶，哪怕是3大教的丹心教主都炼不出来这种神丹。可更让他惊恐的是，这种他眼中的神级丹药，竟被我一把一把的往嘴里塞。这一刻，他终于认清了双方的差距，心中隐隐生出了逃跑的念头。
可在我面前，他连迈腿的勇气都没有。吃完健胃消食片，我身上的饱腹感瞬间消失。低头一看，一条灵力已经被我吃光了，只剩下一大锅鱼汤。于是我给自己盛了一勺，又给对面的玄阴老尊舀了一勺。玄道友，来，原汤化原食，再喝点汤。不了，我已经饱了。那这么多鱼汤不喝多浪费，再来一点吧。苏道友，在下真的饱了，而且家中老母生孩子，就先告辞了。别啊，就一口，喝了再走。难道玄道友不给我这个面子？此时此刻，玄阴老尊是真的怕了，但他也暗自庆幸，只要喝了这最后一口，就能离开了。他在心里发誓，离开这里后，绝对不会再搭理玄天妖这个龟孙子。可谁知，他刚喝下去一滴鱼汤，丹田就开始剧烈膨胀。玄阴老尊面容瞬间扭曲，我连忙凑过去看着他。道友，你是不是想去厕所啊？修仙者也拉屎的吗？玄天妖望着突然爆体而亡的族老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我也被这一幕吓了一跳，暗自腹诽：这玄氏家族都这么不讲卫生吗？老的抱得一地呜呜也就算了，小的居然直接跪在屋里哭，太离谱！这种人绝对不能有。玄天喵，这位玄道友是你的长辈吧？赶紧把他的尸首带回族里，顺便你也不用回来。于是他用乾坤袋收好玄阴老尊的尸首，匆匆离开了凌霄仙宗。望着玄天妖匆匆远去的背影，萧凌川喃喃自语：老祖竟没有杀他。而此时的我却一脸肉疼，亏大了，好好一个三阶大帝，居然自己把自己毒死了，一点名声值都没捞到多少。3日后，7大世家之一的玄家祖地内，4位老者正审视着跪在地上的玄天妖，为首的正是玄氏家主玄道。能把玄阴老尊逼到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，那苏叶辰老祖的修为简直深不可测。家主，如今天尊已死，此事暂且不论，当前最关键的是搞明白苏叶辰放天妖回来的用意。这时，一位2阶地境的族老突然提醒：家主，这会不会和那件东西有关？一提到那件东西，其他几位长老脸色瞬间大变。汉刀天域的天要变了。既然这苏叶辰要与苍兰女帝争那天地机缘，我便成全他。天妖，你把这个送到苏叶辰老祖手上，记住，你去之后，暂时不要回玄家了。我玄家从此刻起退出7大世家行列。家主，我玄家纵横天域100万载，难道真的要怕一个苏叶辰？你一日不入地境，就根本无法理解那苏叶辰的恐怖。说罢，他不再多言，带着其他几位长老一同遁入虚空。短短片刻，祖地内就只剩下玄天妖孤零零一人。可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仅仅3个时辰，整个玄氏世家所有5宗境以上的强者全部凭空消失，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。丁，检测至宿主镇善整个玄氏世家，名声值加200。短短一会儿，名声值一路暴涨到4733点，眼看就要突破5000。要知道，达到5000点就能解锁系统商店了，可惜卡在这个数值不再上涨。系统，我那个玄道友是被撑得爆体而亡的，这也能算到我头上，给我加名声值。是的，只要是宿主间接导致目标陨落，均可正常结算名声值。杀一个3阶地境就能加这么多名声值，那要是杀了苍兰女帝，岂不是发大财了？就在我满心欢喜畅想未来时，老祖，大喜事啊！何事慌张？就在刚刚，7大世家之一的玄氏家族送来了一件4阶地宝前来赔罪，还承诺会彻底从汉天天域消失，绝不会报复我凌霄仙宗任何一名弟子。也就一般般，废物一个。老祖，还有一事需要您定夺。如今凌霄仙宗吞并了原3大圣地的资源，诸多长老之位空缺，该如何补足？还请老祖指示。凌川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弟子想面向整个汉天天域举办长老招募大会，开出丰厚酬劳，招揽天下散修强者。这件4阶地宝便当作招募地境强者的酬劳。除此之外，凡是愿意入住仙府的地境修士，无论是否担任长老，宝库之内的圣物皆可任由挑选。这般破天荒的大手笔，直接把一旁的萧凌川彻底看傻。
圣物、地宝皆是一方势力的底蕴根基。老祖竟随手当作人情相送。萧凌川虽也觉得不妥，却深知老祖行事必有深意。他收下紫宝葫芦，转身离开九霄云台，即刻筹办招募圣魂。消息传开，瀚海天域各大势力瞬间暗流涌动。3日后，天极峰人山人海，独行散修、宗门长老、皇朝权贵齐聚于此，各处势力探子潜伏其中。木因便是其一，他来自3大教之一的清月天宫，本身拥有3阶地境修为。此番任务，一是打探苏叶辰的真实实力，二是伺机夺取4阶地宝子宝葫芦。此刻，他以秘法伪装，化作一名5宗修为的普通女子。木丫头，转眼已有300年未见，你还是这般谨慎过头。区区2阶地境，伪装成低阶武皇，老牌地境这般伪装，未免太过刻意。一派胡言！老夫这叫行事稳妥，只有地境才能看穿地境。老祖，本次招募报名者极多，单单圣人境强者就有400余人。可有地境强者？暂时没有任何地境大能现身。没有大帝来当免费保镖，那我还是继续苟在云台摆烂度日吧。敢问苏叶辰老祖何在？是地境，而且是一位从未现世的陌生大帝。对方气势滔天，十有8、9是地境强者。若是不然，我必须稳住绝世高人的神色，不能露馅。可当众人看清我一身朴素，气息宛若凡人时，尽属心头震撼，完全探查不透修为，深不可测。果然是一己之力覆灭3位圣地的恐怖存在。在下浪凌霄，一介散修。在下浪凌霄，一介散修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。只有散修修士才清楚，散修无宗门资源，无长辈庇护，想要修炼至大帝，何其艰难，堪比登天。浪凌霄的横空出世，瞬间点燃所有散修的热血。我浪凌霄天生霸体，10岁踏武皇，越级斩杀上古巨兽；18岁五军封神，血战各路天骄；35岁登临大帝之境。每一句都带着极致的自信与霸气。数万修士尽数被震慑，35年从凡人修成大帝，何等妖孽天赋！前日听闻道友以1敌3，斩杀3大圣地老祖，威至天域。如今我已修成1阶地境圆满，特意前来邀战，与道友切磋印证修为。你太弱，不配。但凡敢挑衅我之人，从无点到为止，唯有死路一条。苏叶辰，你未免太过猖狂，侥幸赢了3位大帝，便以为自己天下无敌。浪凌霄瞬间被激怒，掌心凝聚金色战枪，贴身黑甲内藏有远古大能残魂，战力堪比6阶大帝。丁，检测宿主触发秒杀大帝天赋，匹配特效中，粉光万剑归宗特效匹配成功。万剑归宗啊，多霸气凌厉的剑招！你搞什么粉光？这破系统是故意跟我作对是吧？话音未落，天穹骤然风云翻涌，霞光与雷光交织炸裂。与此同时，一道泛着粉金流光的锁链凭空凝现，如灵蛇般疾驰而下，精准缠上浪凌霄的脖颈，死死箍住他的咽喉。浪凌霄瞬间被禁锢，动弹不得。残魂前辈，救我！击杀瀚台天域位面之子，名声值加2000，奖励白色宝箱乘1，检测户主名声值突破5000，系统商店正式解锁。我暗自撇嘴，难怪毕克拉满，原来是位面之子。随即看向宝箱，这白色宝箱是击杀位面之子专属掉落。开启白色宝箱，奖励龙神秘境完整地图、秘境秘钥。丁，触发隐藏主线任务龙神秘境遗迹，收取龙神遗骸，超时未完成，名声值清零，凡人无修为的秘密当众曝光。我嘴角疯狂抽搐，这不纯纯坑我吗？让我一个半点修为没有的凡人闯高危秘境。下方木音与狂然心神俱震，6阶地魂都能随手抹杀，这位老祖的实力简直深不可测。二人刚想溜走，却被我的目光锁定，浑身僵硬不敢动弹。等我目光移开，二人才松了口气。狂然皱眉思索，苏叶辰明明发现了我们，却不曾动手，是何用意？别忘了，今日是凌霄仙宗长老招募大会。经提醒，木音瞬间顿悟，老祖这是有一招了，邀我们入伙。不装了，摊牌了。二人不再隐藏，磅礴地威轰然爆发，直接化作真身。小女子木音拜见苏叶辰老祖。老朽狂霄拜见苏叶辰老祖。我没有理会二人行礼，满心惦记着龙神秘境遗迹。我的冷淡让二人越发忐忑不安，误以为诚意不足。
二人对视一眼，开始疯狂竞价表忠心。我愿归顺凌霄仙宗，献上3万极品灵晶。我出3万5千，我出4万，4万5千。木英无奈作罢，他全部身家仅有5万极品灵晶。狂人暗自窃喜，比拼财力，对方还差得远。就在二人满心期待我的答复时，我突然开口：“你们二人可知龙神秘境遗迹？”木英二人脸色骤变，神色凝重。龙神秘境，他们早有耳闻。丹鼎神教、清月天宫2大教主早已暗中潜入蛰伏，等候夺取龙神遗骸。我等知晓此地。既知晓，3日之内随我一同前往。我心里暗自偷着乐，简直爽到飞起。县城2位大帝保镖，秘境小怪他们轻，遇上大帝我秒杀，完美躺平闯秘境。怪事已重，按星眼御剑推演，能破开龙神秘境入口的天命之子，本该今日踏临此处。我反复推演数10次，命格鬼丝毫不差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见着？难道天道推演也有翻车的时候？话音刚落，一道身姿清冷绝美的白衣女子踏空而来，衣袂染着月华仙气，正是月华仙府府主李延梅。二人心思不谋而合，早就提前隐匿埋伏在此，就等着天命之子现身破开石门，再伺机出手抢夺秘境核心的龙神遗骸。最近秘境灵气无端外泄，四面八方的修士都往峡谷涌来。我明明早已布下遮天秘法封锁气息，怎么会泄露出去？就在二人暗自琢磨之时，我带着木英狂然慢悠悠走入峡谷腹地。此刻峡谷里早已人声鼎沸，各大宗门弟子、散修强者、隐士老怪齐聚一堂，全都是被龙神秘境出世的消息吸引而来，个个眼神贪婪，都想分一杯上古机缘的羹。这正是我的计划。熟读修仙秘文，我再清楚不过，修士皆贪婪狡诈，秘境寻宝必定自相残杀。干脆故意散布秘境消息，让全汉天域的修士过来当免费探路炮灰、排雷工具人，我坐收渔利就行。前辈，前方封禁石门之后，便是龙神秘境真正入口。我抬眼望向巍峨石门，目光恰好与神色凝重的陈武、李延梅撞了个正着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气氛瞬间凝滞。陈武先是一愣，当即认出了木英，语气带着几分愠怒与不解：“木英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凶险秘境之地？”李延梅也满脸诧异：“木英，你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为何擅自脱离任务？”下一秒，二人的目光齐齐锁定在我身上，眼底满是惊疑不定。以他俩7阶大帝的顶尖修为，倾尽神念探查，竟完全看不透我的细细深浅，仿佛眼前只是一介平平无奇的凡尘普通人。瀚海天域公认的天花板，仅有苍兰女帝一位9阶大帝，且是女子。排除这一点后，二人心中瞬间生出同一个猜测：眼前这名看似平凡的青年，定然就是星眼御剑推演者，命格超脱天道，无人能测的天命之子。李延梅连忙快步拉过木英：“我交代给你的潜伏任务呢？你怎么会跟这位天命之子走在一起？”木英一脸茫然，压根儿听不懂什么天命之子。府主晚辈不知何为天命之子，这位是凌霄仙宗的苏叶辰老祖。随即他老老实实把前2天浪凌霄登门邀战，被我一招秒杀。他与狂人老怪见识到我的恐怖实力后，心甘情愿归顺臣服的经过全盘道出。李延梅听完瞬间满脸惊骇，心头巨震。浪凌霄那位天赋逆天、心境崛起的位面之子，竟被他随手一指直接抹杀了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李延梅立刻以传音秘术把消息悄悄告知身旁的陈武。我已然听见了，方才我以星焰御战推演此人命格，最终只浮现4字批词，命格难料。御剑隐隐昭示，此人看似气场凡人，实则体内无半点修为，却拥有逆天通天之力。二人神色齐齐巨变，瞬间收起心底所有情绪，再也不敢有半分小觑。丹鼎仙宗陈武见过苏道友，丹鼎仙宗陈武见过苏道友。月华仙府李延梅见过苏道友。叮，宿主震慑2大7阶大帝宗主，名声值加1000。我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，淡淡扫了木英和狂人老怪一眼。二人瞬间秒懂我的暗示，立刻上前一步：“陈宗主、李府主，我二人如今已然归顺凌霄仙宗，效忠苏前辈，与旧日宗门再无半点瓜葛，还请二位莫要再以旧时相称。”二人刻意放低姿态，极尽讨好，谁都看得出来，连昔日高高在上、执掌一方大教的顶尖大帝都要俯首躬身，足见我的恐怖威压。陈武、李延梅嘴角抽得快抽筋，脸都憋成了猪肝色，心里那叫一个憋屈。派出去的探子当场倒戈，还对着别人毕恭毕敬。可眼下龙神秘境近在眼前，他俩压根没空计较这破事，各自在心里打着如意算盘，都想借苏叶辰的力坐收渔利。我摸着下巴偷乐，心里的小算盘打得比他俩还响，正好借着这俩7阶大帝刷波名声值，赶紧凑够10086点数，解锁修炼系统。总不能一直做个没修为的凡人，天天靠装大老虎人，万一哪天露馅了，岂不是要被按在地上摩擦？宿主放心，就你这演技，奥斯卡都得给你颁个最佳装鬼奖。少贫嘴，赶紧盯着名声值，别漏算。
好家伙，居然有人比我们还快！这5个人看着平平无奇，怎么愁着跟5个凡人似的？几位道友也是来探寻龙神秘境机缘的。陈武几人并未应声，想看看我如何回应。我淡淡点头，未多言语。既如此，不如我们同行，在下赵成。这位是司马勋和司马区，都是我星云宗的弟子，来自大齐皇朝。不知几位道友打算先往何处去？道友见笑了，我们就是几个普通散修，您看不透我们的修为，是因为我们修炼了一种屏蔽气息的秘法。说罢，他当众收敛气息，伪装成连武王都不及的武灵境。赵成凝神探查，除我之外，其余4人的修为瞬间清晰，原来只是4个武灵境小辈。他脸上的恭敬之色瞬间消失，语气也冷淡了几分。你们给我站住！秘境机缘，岂能少了我徐燕？一名红发少女从天而降，气息和赵成不相上下，显然也是个武皇强者。一番讨价还价后，2位武皇达成共识，决定联手闯秘境。可众人刚冲到石门面前，就被门上的禁制难住了。不管是什么招，石门都纹丝不动。硬的不行，来软的。老夫看这石门上的节点，应该就是阵眼。想要打开，必须找到匹配的秘药。赵老，那岂不是说我们打不开这石门了？目前看来，确实是这样。你们说的是这玩意儿？众人瞬间傻眼，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，满脸不可置信。靠，这小丫头片子也太没礼貌了！本老祖都没说要给你，你就敢抢？等你修炼到大帝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尊老爱幼。下一幕，石门缓缓开启，众人满脸震惊。谁能想到，一群武灵境小辈居然真的有开启秘境的秘药？回过神后，众人纷纷围上来，对着我狂抛橄榄枝，都想和我组队。毕竟在他们看来，我就是个自带大气运的天选之子。太好了，又能抽奖了！系统，这次千万别再抽剑位消食片、创可贴这种没用的东西了。恭喜宿主，抽中洗发水1瓶，沐浴露1瓶，附赠搓澡粘1条。系统，你是不是欠销？这是修仙世界，不是洗浴中心。我要洗发水、沐浴露有什么用？难道让我在秘境里洗澡，给龙神骸骨搓背吗？就在我郁闷不已时，徐燕突然兴奋地大喊：快看前面，有一片药源，这肯定是龙神大帝当年培育灵植的地方，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！燕儿，快看那里，有黄金灵魂花，足上万株。司马勋和徐燕眼睛都亮了，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，疯狂往乾坤袋里装灵植，恨不得把整个药园都搬空。要知道，这里随便一株灵植，拿到大齐皇朝都能引来无数修士疯抢，甚至大打出手。很快，2人就装满了整整4个乾坤袋。司马勋，你还有多余的乾坤袋吗？没了，我这里只剩最后1个了，剩下的灵植，怕是与我们无缘了。徐燕不甘心，眼神落在我身上。前辈，您还有多余的乾坤袋吗？能不能借我几个？事后我一定加倍奉还。若道友愿意相助，日后我大齐皇室欠道友一个人情。若道友嫌条件不够，出去之后可加入我大齐皇朝，享受与皇室同等的修炼资源。我依旧保持沉默。要是我有乾坤袋，刚才何必在这儿傻站半天？无奈之下，我回头看向沐音和狂然。你们带乾坤袋了吗？有的。2人连忙应声，各自掏出1个乾坤袋扔给徐燕。木丫头，这药园里的都是些垃圾灵植，根本不值得带走。苏前辈为何要让我们借乾坤袋？不知，恐怕前辈另有打算。我们继续看着就好。就在徐燕装满第5个乾坤袋时，大地突然剧烈震动，一道摄人心魂的兽吼声轰然传来。人类，放下手中的灵植，本座可以只吃你们其中1个，留你们其他人1条狗命。放肆！一头畜生也敢口出狂言！司马勋自信自己乃是武皇巅峰，根本不把这头黑虎放在眼里。可仅仅交手一招，司马勋就被黑虎震得口吐鲜血，连连后退。道友，此黑虎修为已达半步地级，仅靠我一人，恐怕难以抵挡。还请道友与我联手除掉此虎，日后我返回大齐必有重谢。就算你要修炼资源，我也能给你凑齐。黑虎也注意到了我，惊奇地发现我身上竟毫无修为。至于我身后的2个武灵境，早已被他忽略。活了数百年的他，瞬间意识到这个看似凡人的人类绝对不简单。他立刻换上一副谄媚的嘴脸，对着我朗声道：“道友，千万别和这几个人联手，等本座吃掉他，就带你去找秘境中更好的宝贝，比这药园里的垃圾灵植强100倍。”这一刻，沐音与狂然瞬间顿悟。原来苏前辈的一切谋划都是为了引出这头黑虎。只要有黑虎引路，就算不能直接找到龙神骸骨，也能离目标更近一步。可众人不知道的是，我看着这头张牙舞爪的黑虎，小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
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，哪见过这等凶兽？宿主别怕，有木音与狂刃在，他们不敢让你出事。实在不行，你就喊大佬饶命，丢的是他们的脸，不是你的。许燕见我迟迟不表态，急切地亮出自己的身份。前辈，你若愿意和我们联手，我返回大齐后，定会让父皇给前辈封王。我依旧没有表态。此时，司马勋与黑虎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，黑虎巨大化的虎掌再次扑来，气势如山海呼啸。司马勋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周身环绕起金色灵压，打算自爆与黑虎同归于尽。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，司马勋自爆身亡。道友，本座向来言而有信，你说吧，想要寻找什么宝贝？只要本座有的，都给你。龙神骸骨在什么地方？你说的是龙神大帝的骨头？要是找这个，本座可帮不了你。你刚才不是说你向来言而有信吗？主要是龙神大帝的骨头在地宫中央的问神塔顶，想要上去必须经过我父亲的同意。我父亲最讨厌人族修士，你要是去了，肯定会被他吃的渣都不剩。不如你要点别的。你父亲什么修为？我父亲的修为，说出来吓死你们。这么说吧，你们人族的圣人，在他面前也就一巴掌的事。按你们人族的境界划分，他就是大地境。怎么样，吓到了吧？快带我们去，正好缺个大地级的导游。黑虎瞬间懵了，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主动找死的人族修士。他一边在前面引路，一边在心里嘀咕：爹，儿子来给你送口粮了。另一边，问神塔第8层，一名绝美女子面色痛苦地盘膝而坐，拼尽全力运转丹田内的灵气，可一切都是徒劳。丹田中的业火不断灼烧着她的修为，9阶大帝、8阶大帝、7阶大帝，仅仅1个时辰，她的修为就从9阶大帝暴跌至圣人境巅峰，且还在持续下跌。这第8层的试炼，竟然是天道诅咒。当年龙神大帝果然越过了这最后一道劫，难怪能飞升天外。这天道诅咒足以让我失去全部修为。龙神骸骨，我终究还是差了一步。最终，他的修为被诅咒彻底吞噬，沦为一介凡人，寿元也所剩无几。想不到我苍兰女帝纵横天域数10万载，受万方朝拜，最终竟要陨落在这小小的塔里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跟着黑虎来到了地宫中央，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老虎正趴在地上打盹休息。黑虎上前介绍道：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爹黑心虎。那你是不是叫黑小虎？你怎么知道？臭小子，你还晓得回来？是不是又跑到灵药园偷吃去了？老子跟你说过多少遍，那是你伯父龙神大帝的药园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不许去碰。爹，龙神伯父不是早就嗝屁了吗？那药园都荒芜了，吃几株怎么了？放屁！老子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你龙神伯父没死，没死，懂吗？正因如此，现在地宫内来了不少人族修士，都是为了这骸骨而来。当年我受你龙神伯父不少恩惠，你记住，我们身为问神塔的守护者，就算是死，也要保护好龙神骸骨。其实就在不久前，来了一位强大的人族修士，把我胖揍了一顿，打得我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。你小子修为不到地级，最近别到处乱跑，免得被人族修士扒了皮，炖成虎汤。爹，你可说反了。你看，儿子给你带来了什么？我要吃一个。这3个人看上去肉可能有点硬，爹，你别嫌弃。真是长大了，知道孝敬老子了。正好他一肚子气没地方发泄，说话间，他不等我们反应，便朝着我们发起了攻击。舒坦，一掌拍死3人族小修士，这种解压小游戏真是太爽了。烟雾散去，我们3人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，身上甚至连一点灰尘都没有。黑心虎不蠢，瞬间明白中间这个看似凡人的男子才是3人中的主导者，必定是大佬中的大佬。他瞬间汗毛倒竖，蜷缩成一团，满脸恐惧。黑小虎看着自己平日里威风凛凛的父亲，此刻竟像一只小猫一样炸毛，满脸不解。爹，你怎么炸毛了？他们就是几个凡人，你怕什么？你个坑爹的东西！
这是大佬，是能把老子按在地上摩擦的大佬，你想害死老子吗？随后，他连忙趴在地上，连滚带爬的来到我面前，语气谄媚到了极点，尾巴都摇成了拨浪鼓。几位前辈恕罪，孩子小不懂事，不懂事，之前都是闹着玩的，误会，全都是误会，误会，全都是误会。我就是想给前辈们表演个虎掌拍地，绝没有冒犯的意思。龙神骸骨可在此处。回前辈，在问神塔第9层。爹，你刚才不是说你和龙神大帝交情甚厚，就算是死也要保护好龙神骸骨吗？前辈，您别听这逆子胡说。我跟龙神大帝真的不熟，他当年也就是给了我一块肉吃，算不上交情。保护骸骨什么的，都是我瞎吹的。前辈想要尽管拿。看着如此狗腿的黑心虎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瀚海天域明面上只有苍兰女帝一位大帝，搞了半天全是些怕惹事的老滑头。宿主精辟，修仙界的生存法则就是打不过就装怂，怂不过就跑路，跑路不行就认爹，主打一个灵活变通。前辈，如果你们想要龙神骸骨，还请尽快登塔。刚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，现在应该在第8层了，再晚一步，恐怕就被人抢先了。什么？有人已经上去了？难道是老教主？我心中也一紧，必须抓紧时间，不能被人捷足先登，否则隐藏任务失败，我没有修为的秘密就会彻底暴露。我们转身朝着问神塔走去，黑猩虎望着我们的背影，松了一口气。好险，现在这些人类真是越来越恐怖了。还好老子反应快，不然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正巧此时又有2位人类修士赶来，黑猩虎仔细探查了一遍又一遍，确认2人真的只是武灵境修为。积压的怒火瞬间爆发，他一声嘶吼，几乎要将之前受的气全部发泄出来。人族修士都得死！可话音刚落，面前2人的气息便骤然暴涨，原本伪装的武灵境修为瞬间攀升至7阶大帝。李延梅身形一转，一脚横劈，将他按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咦，这地宫中央竟有一头地阶灵兽镇守。紧接着，手持天机盘的陈武匆匆赶来，目光落在前方古塔上，这座塔便是推演中的问神塔。龙神骸骨的具体位置，这头守护兽必定知晓。不等李延梅开口逼问，黑猩虎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当场认怂，主动化身带路虎，谄媚说道：“2位前辈息怒，龙神骸骨就在问神塔第9层。此塔有规则限制，唯有地境修士方可进入。方才已有4个人族修士上去，其中1人应该已经抵达第8层了。”陈武与李延梅对视一眼，陷入沉思。在2人看来，能踏入问神塔的必定是地境强者，大概率是苏叶辰3人。可第4个人又是谁？你说有4个人，剩下1人是谁？陈武沉声追问。是一名女子，修为深不可测。你确定第一个进入问神塔的是女子？2位前辈，千真万确，绝不敢撒谎。是苍狼女帝，她竟然比我们和苏叶辰抢先一步去夺龙神骸骨了！快走，去问神塔，先别管这只猫了。直到过了许久，黑猩虎才敢缓缓抬头。一旁的黑小虎小声喊道：“爹，他们走了，你可以起来了。”起什么起？起不来了。起什么起？起不来了。黑猩虎瘫在地上，生无可恋地叹了口气。现在外面的人族修为都这么恐怖了吗？难道我跟不上时代了？正当他陷入无限自我怀疑时，黑小虎的叫喊再次传来：“爹，快看，前面又来了一拨人！”抬眼望去，地宫中央，8名武王修为的人族修士列队走来。尽管对方修为不高，可他却发自内心感到恐惧。快躲起来！8个武王太吓人了，万一又是装的，我们父子俩今天就真的要变成虎汤了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怎么会？难道地境威压和天道诅咒对他都无效？他起身走到传送阵前，抬起的脚却迟迟不敢落下，心底的危机感告诉他，踏上去必死无疑。这一刻，他突然想到一种可能，这个看似凡人的男子，真实修为早已超越9阶大帝，来自天域之外。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从未见过这样一号人。再上1层，
就是第8层了。地位还在，说明苍兰女帝和苏叶辰都还没取到龙神骸骨。苏叶辰深不可测，苍老女帝多年前便已正得9阶大帝，我们真的能抢过他们吗？月儿，我早有准备。这是通天玄丹。没错，服下这枚丹药，可在短时间内将修为提升至9阶大帝巅峰。到时候，我们联手先杀了苍兰女帝，再除掉苏叶辰，骸骨就一定是我们的。服下丹药后，二人气息暴涨，一同踏入第8层。可映入眼帘的只有修为尽失、宛如凡人的苍兰女帝一人。二人对视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狂喜，这是除掉苍兰女帝的绝佳机会。陈教主、李教主，我劝你们2人不要不识抬举。苍兰女帝，你若修为尚在，我确实惧你3分。可如今你只是一介凡人，我要杀你不过举手之劳。是吗？你就这么笃定能杀得了本帝？陈武与李延梅心中一动，隐隐觉得不对劲。话音刚落，二人突然感到丹田如烈火灼烧，剧痛难忍，修为开始飞速跌落。7阶大帝、5阶大帝、3阶大帝，不到一息时间便直接跌至5宗境。直到此刻，他们才明白为何9阶大帝的苍兰女帝会沦为凡人，都是这第8层天道诅咒的缘故。月儿，快！趁我们还有修为，杀了他！可还未使出任何功法，他们的修为便彻底跌落谷底，和苍兰女帝一样，沦为了凡人。问神塔第9层，空间狭小，中央处只有一个金色棺木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龙神骸骨，怎么看起来这么普通？哼！突然，异变突起，一个深蓝色光团凭空出现在棺木前。光团环绕着金色棺木，一道模糊的虚影缓缓显现。大胆凡人，见我龙王大帝传承者，为何不拜？老逼灯，死了就少作怪。我还有事要忙，没空搭理你，赶紧让开，别耽误我拿骸骨，不然我把你的骸骨扔出去喂老虎。道友，我还没说完传承之事。恭喜宿主解锁功法七色混沌经。随着龙神骸骨被取出，问神塔第8层的天道诅咒瞬间消散。苍兰女帝、陈武、李延梅3人的修为开始飞速恢复，不到5个呼吸的时间，苍兰女帝便恢复至9阶大帝巅峰。你们死定了！你们疯了吗？通天玄丹虽能暂时提升至9阶大帝，可代价却是药效过后，修为跌落至圣人境，且终生再无突破可能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们不这么做，你会放过我们吗？你会放过我们吗？只要能杀了你，抢到龙神骸骨，这一点代价又算得了什么？话音未落，苍兰女帝已率先发怒，身形如青色闪电般那种，手中青锋长剑挽出脉风速。既然你们自寻死路，便休怪我手下无情。日月火遁，火遁之上，日月纹路流转，硬生生挡在身前。严眉，联手！周身惊红火焰再次暴涨，化作数道火焰长鞭，朝着苍兰女帝席卷而去，将苍兰女帝的退路死死封住。李延梅会意，指尖结印，蓝白色火焰凝聚成数枚冰火球，精准朝着苍兰女帝射去，试图困住苍兰女帝的身形。雕虫小技，青色灵气形成一道圆形剑轮，剑轮飞速转动，吹散漫天冰雾。可恶！哈哈哈！苍兰女帝，这是我两教绝学日月神火诀。上古时期，我教老祖曾用此功法越级斩杀9阶大帝魂天帝，你将是第2个。苍兰剑域，宁！苍兰女帝低喝一声，青色灵气瞬间爆发，化作一片浩瀚的剑雨，无数道青色剑气凝聚成形，如暴雨般朝着火焰射去。剑气与火焰相撞，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。
不愧是主宰天域的霸主，竟能扛下一击。不过，也到此为止了。二人同时咬破指尖，将精血融入火焰之中，两簇更加强盛的赤阳火与寒月火再次融合，凝聚出一朵比之前大上数倍的火莲。苍兰女帝心中一沉，一股死亡的寒意瞬间笼罩全身。她能清晰地感觉到，这朵火莲的威力比上一朵要强上数倍。难道我纵横天域数十万载，今日就要陨落于此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道剑身凭空出现，挡在他身前。还好赶来及时，差点浪费本老祖一个任务。前辈无需多言，本座护你周全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苏叶辰老祖的修为已经超过九阶大帝了？月儿，莫怕，他刚从第9层出来，必定是获得了龙神大帝的传承，借问神塔的力量碾压我们而已。天道规则限制，超越大帝者必遭天道排斥，他绝不可能踏入传说中的求道境，否则龙神大帝当年也不必飞升其他位面了。苏叶辰，交出龙神传承，本君主可让你死得痛快一些。区大帝又不是武王强者，也敢在本老祖面前叫嚣，希望你等会儿还能站着跟本座说话。怎么会？那是我们拼尽全力凝聚的火莲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就这？这次秒杀能不能让我指定特效？叮，宿主若需自定义特效，需额外支付500名声值进行定制。友情提示：名声值来之不易，建议宿主理性消费。理性个屁！老子现在名声值多的是，还差这500，赶紧的，给我整个最炸的！检测宿主动用秒杀仙尊能力，正在加载专属特效。佛焰火莲同款特效装载成功。这朵佛怒火莲的威力比陈武、李延梅联手融合的日月神火要强出无数倍。两人只是远远看了一眼，就被恐怖的威压压得双腿发软，喘不过气，喘不过气。这也是日月神火莲，怎么可能比我们的强这么多？哼，你们那不过是9块掉道的山寨版本罢了，也配跟我这正版佛诺火莲相提并论？莲心的佛印愈发清晰，轰鸣声震耳欲聋，虚空被灼烧的扭曲变形，无数细小的空间碎片掉落。你看，这牌面不就来了？500名声值，值回票价。面对灭世般的佛怒火莲，陈武只剩一个念头：逃命！快逃！问神塔的阶梯就在身后，距离不足1丈，可这短短1丈之地，对此刻的陈武和李延梅而言，却如同天堑鸿沟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，半步都难以跨越。对此刻的陈武和李延梅而言，却如同天堑鸿沟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，半步都难以跨越。哼，现在想逃，晚了！佛怒之下，鬼魅无存。薛隐抬手按下，将二人的神魂彻底碾碎，火光散去，陈武与李延梅的肉身早已被焚成飞灰，连一丝残魂都未能留下，只有空气中残留的焦糊气息，证明他们曾存在过。同一时间，遥远的一处上古仙山，沉寂无尽岁月的33座古老墓碑，今日骤然震动不休，碎石簌簌掉落。李延梅、陈武体内魂种消散了，二人竟然败亡了。究竟是谁能斩杀李延梅与陈武？难道是苍狼女帝？不可能，她不过是这亘古棋局里一枚微不足道的棋子，难不成是龙神大帝？莫非他飞升之后还留有后手？一道又一道古老道音接连响起，每一道声音的主人都是气息浩瀚的亘古仙尊，底蕴丝毫不在苍兰女帝之下，此刻却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乱了阵脚。约莫1刻钟后，33座墓碑缓缓沉入虚空，紧接着33位隐士亘古仙尊自虚空之中缓步现身，个个面色凝重，朝着龙神地宫的方向望去。隐藏任务救命之恩已完成，奖励名声值9999点。我转头看向身旁衣衫褴褛的绝美女子，眼睛一亮，这颜值，这气质，
绝对是北海天域数一数二的顶尖强者。前辈，您这样一直看着我，我会很局促的。是本座失礼了。前辈，这伤势已侵入本源，陈武二人的日月神火莲堪比天道诅咒，我的伤势已彻底无法逆转。师尊，请看，这便是神火之伤，余威不灭，生机难寻。伤得竟如此之重，这神火竟已侵蚀骨髓。按理说，修仙界灵石丹药遍地，应该能再生肌肤才对，怎么会恢复不了？前辈有所不知，这些伤痕看似只在表面，实则已经侵入丹田本源，损伤了我的道基。普通灵草丹药根本无法修复。且先好生调理，莫要思虑过甚。前辈，请等一等。前辈，请收下这个。颗粒如此饱满，竟是万年3粒的须弥菩提。前辈救命之恩，晚辈无以为报。这只是一点微薄心意，还请务必收下。日后若有机会，晚辈定会登门，再次答谢前辈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这2瓶也是我家乡的特产，送你当做回礼。多谢前辈恩赐，这其中的气息竟远超仙阶，这太过贵重，晚辈不能收。拿着便是，莫要啰嗦。修行数万年，竟从未闻过如此沁人心脾的芬芳。这是洗发水，专门用来洗头的。这是沐浴露，用来清洁身子的。你回去洗澡，每次只用抹一点点就够，别用太多。修士一心修炼，估计从没见过洗护用品这类东西。这竟是远超仙界的无上奇珍，前辈随手所赠，竟是通天造化。前辈大恩，晚辈没齿难忘。多大点事儿，不就是2瓶洗澡用品吗？至于这么大礼吗？看来你们玄幻世界的修士只顾修炼，生活方面实在太落后了。快起来吧。前辈，我送您。苏前辈，让您失望了。我本想登上第4层，却实在扛不住上面的地位，只能退回第3层，与狂染道友在此等候。苏前辈，你应该已经拿到龙神遗骸了吧？丁，宿主完成超高规格实力震慑，名声值加120。我一眼便看出这波名声值是从狂然、木青身上刷来的。看来在大地级强者身上完成震慑，都能触发高质量名声值奖励。只是反复在同一批人身上刷，奖励会变少。苍兰女帝走到我身旁，看向2人问道：“前辈，这2位是？”这是我新招揽的木长老、狂长老。一行人来到塔外，原本镇守此地的黑心虎早已不见踪影，反倒在秘境石门之外出现的叶兰，带着数名武王修士在问神塔外围徘徊。叶兰第一眼见到问神塔，便看出其内藏有天大机缘，可宝塔外有超强禁制，任凭他如何分析都无法，强度和秘境石门禁制相差无几。他只能在外围等候，想伺机寻找进入之法，直到我们一行人走出古塔。是你们！叶兰看到我们从塔中走出，立刻带着7名武王修士上前，将众人团团围住，眼中杀气毕露。在他看来，秘境石门是我破开的，那问神塔的禁制我也一定能解开，塔内机缘必定落在我们手中。苍兰女帝认出叶兰一行人，见他们不知天高地厚，敢上前围堵，本打算直接出手，但顾及到和我有一面之缘，便暂且留了情面。既然前辈与他们有救，便饶他们一次冒犯之罪，10息之内速速退去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换作平日，他根本不会多言，直接一剑斩杀。今日能给10息时间，已是极大宽容。可叶兰压根没把苍兰女帝放在眼里，在他看来，苍兰女帝跟在我身后，修为顶多和狂然2人一样，只是普通武灵境。己方足足8位武王，就算我是武皇境，还有10足把我拿下。叶兰对着我发出最后通牒：只要你交出塔内机缘，我便认你做叶家盟友；若是不从，我叶家4位武宗强者，定不会放过你。面对叶兰赤裸裸的威胁，苍兰女帝不再留情，剑光一闪，包括叶兰在内的8名武王头颅齐齐落地。时息已到，区区武王，若不是顾及前辈情面，本无需亲自出手。他抬头看向巍峨的问神塔，开口问道：前辈，此塔乃是9阶地宝，您不将其带走吗？不必了，
狂然与木青满脸不解，九阶地宝何等稀有，放眼整个天域，就连3大神教都不曾拥有，为何轻易放弃？苍兰女帝同样疑惑。如今早已没有顶尖炼器大师能炼化改造9阶地宝，但他深知我行事必有深意，便不再多问。只有我心里暗自苦笑，没有修为实在太憋屈。看见至宝拿不走，用不了，简直是折磨人。系统，你就不能给个一键收走的功能吗？丁，宿主想屁吃呢！一键收走功能需消耗100万名声值解锁，宿主目前名声值不足，建议先好好刷分。我们走吧，我们走吧。触发隐藏任务，收服灵兽。任务目标：收服一只地级灵兽，镇守凌霄仙宗山门。任务奖励：解锁御兽系统。任务失败惩罚：扣除名声值1万。是否接受任务？我望向灵药园内，正好看到正在打盹的黑心虎。没想到任务此刻才触发，而且难度不高，简直是送分题。我毫不犹豫选择接受。凌霄仙宗原本的护山灵兽只是盛极初期，根本撑不起门面，连普通宗门都比不上。若是收服黑心虎这头地级灵兽镇守山门，定能让凌霄仙宗威名响彻北海天域，还能顺带增加我的名声值，简直一举两得。臭小子，老子睡觉呢，别来闹我！我直接抬手给了他一巴掌。前辈，您怎么来了？本座已经拿到龙神遗骸。前辈英明，龙神大帝那都是过去式了，小的早就跟他没关系了。你打住，本座如今还差一头坐骑。晚辈愿意做前辈座下坐骑。好家伙，这黑心虎的求生欲简直离谱！我不再多说，暗自询问系统该怎么驯服这头凶兽，总不能就这么让他跟着我吧？驯服灵兽坐骑，需前往商城兑换对应品类的坐骑缰绳。友情提示：坐骑缰绳分等级，等级越高，驯服效果越好，价格也越贵哦。我打开系统商城，在灵兽分类里找到坐骑缰绳，猛兽地级，售价9999名声值。奸商，你绝对是奸商！上一个隐藏任务辛苦攒的海量名声值，刚好才9999点，买一条缰绳直接花光，纯属坑人！你咋不干脆抢呢？丁，检测到宿主辱骂系统，警告一次。我极不情愿地点下购买按钮，心里清楚，要是不买，系统指不定还要额外倒扣名声值。丁，恭喜宿主解锁新成就，买！我点开成就面板，解锁条件是在系统商城累计消费超999次，还能解锁进阶土豪成就。单解锁基础成就，只给了5点名声值，简直像花豪车前只送几10块代金券，无比坑爹。我拿着刚兑换的坐骑缰绳，准备套上黑心虎脖梗。黑心虎下意识往后缩了缩脑袋，小心翼翼改口：前辈，主人，晚辈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主人若收我为坐骑，能否把我儿子黑小虎也一并带走？行吧，一起带走，省得你整天惦记。可黑心虎还是迟迟不肯上前，又缩了缩脑袋。主人，我还有一事禀报。有屁快放！龙神大帝的遗迹禁地，不是我们父子能随意离开的。黑心虎说着，翻身躺倒，露出雪白的肚皮。只见他腹部刻着一道极其繁复的禁制纹路，散发着淡淡的龙威。当年龙神大帝飞升前，与我定下契约禁制，命我世代镇守问神塔，守护龙神骸骨。一旦违背契约，便会神魂俱灭，生死不由己。小的也想跟着主人，可实在不敢违背契约呀。听到这话，我瞬间感觉被系统狠狠坑了一把。果然，系统声音在脑海响起：宿主是否使用一键抹除禁制功能，需消耗名声值1万点。我气得差点原地爆炸。你故意的吧？你明明知道我名声值刚花光，还搞这一出！系统只是如实告知，宿主自己没考虑周全，可不能怪系统哦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先把之前女帝送我的须弥菩提拿出来，兑换成名声值。幸好这果子稀有，直接兑换了1万点名声值。兑换成功，刚好够抹除禁制。禁制解除，黑心虎兴奋地像只小猫，主动凑到我身前。在坐骑缰绳的力量牵引下，它庞大的身躯缓缓缩小，变成普通猛虎大小。隐藏任务：收服地级灵兽已完成，御兽功能正式解锁。解锁御兽功能，奖励地级升阶单乘1。我点开御兽界面，看到专属喂养功能，随手点击使用。刹那间，黑心虎修为直接从地级2阶暴涨至地级3阶。感受着修为的飙升，黑心虎连忙跪地磕头：多谢主人恩赐，主人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可别万岁爷了，丢死人了！一旁狂然、木青彻底看呆了，随手一点就能让地级灵兽突破境界，这已是真仙般的手段。我面色淡漠，看向黑心虎。黑小虎在哪儿？黑心虎仰头朝天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。不多时，黑小虎叼着被束缚的2兄弟从灵药园深处窜了出来。
畜生，赶紧放人，否则老夫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赵成一掌劈出，巨浪翻涌，直接掀翻灵药园大片土地。黑小虎飞快跑到黑心虎身旁，把两人扔在地上。爹，我又抓到2个偷灵药的，特意抓来孝敬您。黑心虎伸出虎爪，死死按住动弹不得的司马区。赵成灵气化一，踏空而来，冷声道：“畜生，看你还往哪儿逃！”当他看清我一行人竟和2头凶兽站在一起，顿时满脸诧异。不愧是武皇强者，背后生意，气场真是拉风。丁，宿主别羡慕，翅膀可以在系统商城兑换，最低级的灵异只需10万名声值，宿主加油刷分哦。又是名声值，这系统就知道坑我名声值。苍兰女帝见对方也是修士，不愿直接动手，开口劝道：“道友火气不必太大，不妨落地说话。”可赵成根本不知敬畏，居高临下嗤笑：“区武灵境，也敢跟老夫这般说话？”随即目光转向我，语气咄咄逼人：“道友出现在此地，莫非与这2头凶兽是一伙的？”算是。道友可想清楚？赵成周身气息暴涨，从武皇巅峰直接斩落武宗初期真实修为，刻意隐藏的实力彻底放开。一介散修修到武皇不易，若执意包庇凶兽，老夫不介意送你们一程。麻烦。响指落下的瞬间，我只见凝出一缕璀璨的金紫色符文，符文飞速射向赵成，瞬间缠绕住他的周身。赵成脸色骤变，瞳孔骤缩，想要催动武宗灵气正途，却发现那金紫色符文如枯骨之躯，死死锁住他的灵气，连一丝一毫都无法调动。紧接着，符文骤然爆发，化作漫天金紫色光刃，密密麻麻地朝着赵成切割而去。光刃所过之处，虚空被切割出细小的黑色裂痕，发出滋滋的悲鸣。赵成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被光刃瞬间切割成无数碎片。每一块碎片都被金紫色符文引燃，化作带着火星的灰烟，连神魂都未能幸免，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在空气中。被按住的司马区亲眼目睹全程，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武宗长老都不敢招惹的巨虎，竟对我俯首称臣，那我的修为该有多恐怖？司马区对着我连连磕头：“晚辈有眼无珠，冒犯前辈威严，还望前辈恕罪。”黑心虎看向地上2人，警示道：“主人，这2人如何处置？”我想起黑小虎抓他们时说2人偷盗灵药，开口问道：“你们偷了东西？”司马区连忙停止磕头，露出腰间乾坤袋，慌忙辩解：“我等不知是前辈禁地，若早知分毫不敢冒犯。”黑小虎一把扯下司马区腰间乾坤袋，从中取出一枚巴掌大的巨蛋。爹，他们偷的就是这个，这是龙神大帝遗留的血脉之卵。不懂别乱说话，有东西先呈给主人，懂规矩吗？他将巨蛋恭敬递到我手中。神龙血脉！一旁狂然与木青瞬间惊呼，2人看向我的背影，心中越发崇敬。而我拿着手中的血脉巨蛋，心里只在琢磨，看着跟鸡蛋差不多，应该不能吃吧？主人，这人如何处置？我握着血脉之蛋，久久没有触发任务，也没有增加名声值，看来留着毫无用处。我面无表情开口：“你自行处理。”此事了结后，我让狂然、木青引路，准备离开遗迹。我骑上缩小后的黑心虎，众人沿原路返回，走出秘境石门。离开龙神地宫后，我骑着黑心虎径直返回凌霄仙宗。一路上，苍兰女帝紧随身后，欲言又止，直到凌霄仙宗山门映入眼帘，她才终于停下脚步。有事直说。苍兰女帝深吸一口气，郑重开口：“晚辈愿以整个苍兰仙宫为聘，恳请前辈收我为徒，恳请前辈收我为徒。”这话一出，狂然与木青当场愣住。苍兰仙宫可是北海天域顶尖大势力，统御天域数十万年，苍兰女帝竟甘愿奉上整个仙宫，只求拜师。我沉默片刻，脑海响起系统提示：丁，检测到苍兰女帝拜师请求，是否接受？接受，奖励名声值，解锁天域共主称号；拒绝，奖励名声值5万名。收。苍兰女帝瞬间激动，浑身颤抖，重重磕下3个响。弟子叩谢师尊。丁，恭喜宿主收下首位弟子，名声值加5万。原来收徒弟这么赚啊！3日后，凌霄仙宗举办盛大拜师礼，苍兰女帝拜师凌霄老祖，意味着我的实力早已超越9转仙尊境，北海天域格局彻底改写。我端坐凌霄仙宗宝座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全是名声值。丁，名声值加1200。丁，名声值加800。丁，名声值加2000。系统提示音络绎不绝，短短3日，我的名声值直接突破10万大关。1个月后，我终于有空开启系统签到功能。丁，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修仙秘籍。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？此秘籍专为无修为凡人打造，正常修炼需1万年，可突破至武王境。1万年？系统你在逗我？
宿主可消耗名声值加速修炼，每1万名声值缩短1年修炼时间。1万年需要1亿名声值，我如今只有10万，杯水车薪。无奈之下，只能暂且搁置修炼。3年时光转瞬而过，凌霄仙宗已然坐稳北海天域第一势力，苍蓝仙宫3大教尽数封我为共主，10大圣地全部归附，我的名声值也累积到了惊人的120万点。按系统规则，可缩短9880年便突破5王境。原本1万年的苦修，只需9880年便可突破5王境，我只能自我安慰，也算进步不小。这一日，恭喜宿主连续签到1000年，获得特殊奖励，时间加速卡99%，使用后修炼时长直接缩减99%。我看着这张金光闪闪的卡片，99%的时间加速，原本9880年，现在只需98.8年便可修成，我毫不犹豫直接使用。时间加速卡使用成功，修炼时长缩减至98.8年。98年，对寻常修士不过弹指一瞬。我低头看着自己悄然生出细纹的手指，暗自询问：我如今多少岁了？寿命还剩多少？叮！宿主大大别怕老，您吃得好，徒弟送得早，长命百岁若报了。现在您的寿命余额已充值到2000岁啦！我长长松了口气，还好够用。98年后，我终于成功突破至5王境初期，再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。苍兰女帝第一时间前来道贺。恭喜师尊突破境界。98年光阴，他伤势尽数痊愈，修为更是突破至传说中的求道境初期。狂然，母亲虽未正式拜师，也以弟子礼前来恭贺。黑心虎趴在我脚边，尾巴摇得像蒲扇。我立于太虚宫最高处，俯瞰整座苍蓝仙宫。恭喜宿主完成终极成就，凡人逆天修仙，撒花撒花！原来从一开始，系统就在一步步引导我，靠秒杀能力立足修真界，靠名声系统积累资源，靠签到传道获得修炼机遇。而这一切的终点，就是让一介凡人逆袭成为整片天域的无上主宰。师尊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片天域的格局改变了。从天尊吐入凌霄仙宗的那一刻起，这片天域早就变了。我转头望向天域尽头，传闻天外还有更辽阔的大千世界。如今的我，终于拥有了踏足域外的自由。叮！检测到宿主立下探索域外新目标，是否开启全新篇章？开启。